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个被共产政权压抑了40年的国度，用一场没有坦克、没有枪声的革命，却推翻了整个集权体制。它被称为天鹅绒革命，一场历史上最柔和却也最坚定的反抗。4年过后的1月1日，当全世界都在庆祝新年的钟声时，捷克斯洛伐克正式走入历史，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2个独立主权国家。没有战火，没有流血，甚至没有群众上街抗议。这场政治分手异常平静，因此被称为天鹅绒分离，像是天鹅绒一样顺利丝滑地解决分端。但为什么一个在20世纪中扮演重要角色，曾一起走过纳粹占领、苏联压制与冷战风暴的国家，会在民主转型后选择和平分家？这段历史牵扯的不只是民族认同和语言文化，也与经济政策、权力架构息息相关。今天让我们走进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度看看这场欧洲最温和的国家分裂是怎样发生，又如何影响两国走向各自的道路。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横跨中欧的大帝国奥匈帝国开始解体，捷克从奥地利分离，斯洛伐克从匈牙利部分独立。因为两边有相近的文化语言，所以合并成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是托马斯·马萨里克。他在流亡海外期间，积极争取协约国支持国家的独立，所以被称为祖国之父。虽然官方宣称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民族，但也是有一些斯洛伐克人认为我们不一样。所以这个国家的分手，其实从告白那天就已经开始倒数了。建国后不久，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工业国家的第7名。这得益于他们是少数的政治稳定国家，加上在奥匈帝国时期，80%的工业就集中在这个地区这时候称作第一共和国时期。但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捷克斯洛伐克开始面临一系列的危机。1938年，英法为求姑息主义和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因为这里是许多德国人的居住地，此时称之为第2共和国时期。不过这个政权才维持169天而已，因为隔年德国就不演了，直接出兵吞并整个捷克。我们的阿西亲口宣布成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地区建立斯洛伐克共和国，两者受到德国的保护，不过都是一个傀儡政权。捷克人被德国认定是劣等民族，根据东方总计划的评估，50%的捷克人适合德国化，所以纳粹政权开始用同化、消灭的方式来大清洗。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导致身亡，其中包括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德国占领期间，因政治迫害死亡的捷克人来到5万多人，这还不包括境内几乎被灭绝的犹太人。但斯洛伐克命运就不太一样。2次大战期间加入轴心国，跟德国合作得很开心曾派兵入侵过波兰以及苏联，还仿照纳粹模式建立了赫林卡卫队。看这熟悉的造型手势，谁都知道他们要干嘛。没错，目标还是犹太人，一样是那个集中营，一样是那个毒气室。在1940年，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有8万9千人，但总计有6万9千人死于这场大屠杀，只称斯洛伐克犹太人大屠杀。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已经来到了尾声，苏联先是占领纳粹扶植的斯洛伐克，等到德军在5月正式投降后，红军浩浩荡荡的前进布拉格解放捷克，捷克斯洛伐克重新统一。全国人民对于重建自由民主国家充满希望，各党派开始组成联合政府，准备战后的重建工作。1946年，在美苏各自撤军后开始大选，捷克共产党赢得最多票数以主体组成联合政府。从这时期称为第3共和国时期，虽然体制还是共和，但实际上捷共开始用熟悉的方式逐渐壮大，利用反法西斯与清算为名打压非共产党派，借由亲苏立场取得苏联金援，国有化与土地改革获得工人与农民支持。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原本要接受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得知后马上邀请总统哥特瓦尔德到莫斯科做客。回国后，整个国家变得更加激进，政府利用有人要反动政变为理由，开始让国内警察镇压反共党派，电视台也配合政府宣扬到全国各地。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此时捷共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各个部门，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意识到不对劲，用离职来威胁共产党重新大选，这刚好正中下怀捷共来了一招顺水推舟，既然你想走，那我就成全你，毕竟这种要求我一辈子没见过共产党借机动员群众，武装工人与秘密警察，
开始对他们进行施压下台。1948年2月，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共产党主导的政府，除了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不是共产党员，不过随后他被发现沉尸在家中，官方的说法是自杀，那就看你信不信了。1960年7月11日，国会通过新宪法，国名更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宪法第1条明确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领导，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所有国家机构、企业、学校、媒体均由其控制。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集权国家，不过期间还是有许多反抗的声音出现。1968年，时任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任内就主张温和改革，喊出口号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开始解除了对媒体的审查，推动社会自由化，还有对市场经济的部分开放。这场运动就是知名的布拉格之春。但是背后的苏联老大怎么可能忍得住呢？领导人布里茨涅夫深感不安，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会引发东欧其他卫星国效仿，根本动摇华沙公约体系，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背离都是对整个集团的威胁，苏联有责任干预。8月20日深夜，一场代号为多瑙河的入侵行动开始了。5个华沙公约国派遣25万名士兵与2000辆坦克突袭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此行动虽然被称为多国联合干预，但实际懂了都懂，当然是苏联在主导一切啊。这场行动几乎没有遇到大型反抗，杜布切克也呼吁大家不要抵抗，但是布拉格街头还是爆发大规模不合作运动，许多平民试图阻止这场侵略行动，这导致100多人遭到杀害。苏联很轻松就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杜布切克与其他改革领袖被带往莫斯科谈判。1969年4月17日，杜布切克被迫辞去捷共第一总书记的职务，古斯塔夫·胡萨克上台，开始全面整肃改革派。约有50万党员遭到大清洗，全国70%的领导人被更换，国内许多知识分子逃到西方世界寻求政治庇护。捷克斯洛伐克开始走回社会主义正常化，重新严格控制媒体、学术与宗教，自由化彻底在这个国度终结。真的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啊，有够贴切的。而整起事件也受到其他国家的批评，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过在共产世界也有不少反对的声浪，尤其是在中苏交恶期间的中共也对这场入侵发表了强烈谴责。我们的毛哥对此发起大规模的宣传运动，虽然他自己也反对布拉格之春。周恩来更是批评表示，苏联正在实行法西斯政治、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历史就是如此的有趣，不是吗？布拉格之春期间，有个年轻人，他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揭示集权社会的荒谬，所以作品在这之后都遭到封禁。他就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影响很深的瓦茨拉夫·哈维尔。1977年，他与一群知识分子发表著名的77宪章，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尤其是里面提到的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知、宗教和信仰。他还公开写信给总统胡萨克，里面提到人性的彰显和人权的释放才是社会的唯一出路。然后他就被判刑了，危害共和国利益，先被判14个月。1979年，这些知识分子在成立 VONS， 全名是保护遭受不公迫害委员会。哈维尔的政治活动受到政府的监视，名副其实成为国家的政治犯。因为这个缘故，再被判4年，即刻开始关押。在80年代，因为东欧各国对经济政治上的不满，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结构开始松动。波兰发起罢工，促成团结工联的建立，开启了序幕。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为了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开始停止对东欧的政治干涉。89年的波兰国会选举，因为压垮稻草的最后一只骆驼，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下台鞠躬，引发了骨牌效应。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东德共产党权相继垮台。捷克斯洛伐克也被这股改革浪潮延烧，加上原本就有许多民众反感共产党，总书记雅克什原本也要对政府进行改革民主化，不过一切都已经太晚了。1989年11月17日，世界学生节50周年，首都布拉格出现10万人的游行活动。原本这是在纪念1939年纳粹袭击布拉格大学事件，不过也是间接在表达对捷克共产党的不满。这场游行遭到警察的强制驱离，过程传出一名学生死亡的消息，
虽然最后证实是一名秘密警察晕倒，不过已经激起全国的反共意识，这让更多的民众走上街头罢工抗议，要求马上进行政治改革。哈维尔也在这时成立公民论坛，目的是团结反独裁势力，推翻共产党政府。每天都有数十万人走上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终于在11月28日宣布放弃权力，并取消一党专政。立法机关也删除宪法赋予共产党垄断权力的章节。1989年12月29日，公民论坛获得大多数选票的支持，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天鹅绒革命成功，国名在隔年改为捷克暨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这是极少数东欧剧变中几乎没有流血冲突的民主转型。虽然这是政权和平转移，让这个国家看到希望，不过其实捷克和斯洛伐克两边早就貌合神离。尽管两族共建国家超过70年，双方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始终存在。我们一开始说过，捷克斯洛伐克在奥匈帝国时期，80%的工业就集中在这个地区。但如果仔细看，其实说的是在捷克地区，而斯洛伐克则是以农业为主，发展比较慢，所以两边国民所得也是有所差距。一直以来，联邦政府都有金援斯洛伐克的政策，这也导致一些捷克人不太满意。在政治上，斯洛伐克认为自己在国家中地位次要，被捷克人主导，所以斯洛伐克要求更多自主权，与捷克倾向中央集权、统一国家概念不同。双方政府对未来国家架构意见分歧，一直都无法妥协。虽然在民调中只有37%国民赞成分裂，希望继续维持联邦，只是要对制度进行改革。1992年，捷克总理克劳斯与斯洛伐克总理梅切尔持续对该议题进行深入探讨。7月17日，斯洛伐克议会先是宣布斯洛伐克独立，6日之后，双边会谈决定将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联邦总统哈维尔请辞，因为他是反对分家的。同年11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捷克斯洛伐克将在1992年12月31日正式解体。1993年1月1日，世界上诞生了2个新国家：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这场决议史称天鹅绒分离，延续之前的天鹅绒革命一词，象征革命温和、柔软、无暴力流血。相较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大多充满暴力与冲突，尤其那个乱到一定程度的南斯拉夫解体，3天3夜也讲不完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过程则是完全非暴力，两国避免走向冲突或强硬对抗。解体后的两国也迅速建交，关系友好一直维持到了现今，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聚好散。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像捷克成人产业发达，也跟天鹅绒有间接关系。喜欢我的影片，也可以追踪我的社群，一起聊聊哦。我们下次见，拜拜。